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背后的狠女人，从落魄地摊妹到百亿女总裁。2014年，一支名叫 UNIQ 的男团悄悄成立。一手打造出这支男团的教母杜华，在微博立下豪言壮语：我拿1亿赌，不红就退出娱乐圈。故事的结局是，团糊了，但王一博红了。在行业内部，判断一个人算不算得上顶流，有个评判标准，那就是能同时拿下手机、汽车、高奢、游戏4大类代言，王一博做到了。2021年，王一博生猛地拿下40个代言，成为中国代言最多的男艺人，承包你家小区电梯广告。奥迪、香奈儿、红米手机、安踏、植村秀、交通银行，甚至改变了今年英雄联盟弹幕的画风。而一手打造出王一博背后的女人，就是娱乐圈教母杜华。仅过去5年，乐华的估值就翻了208倍。如今杜华身价更是水涨船高，与另外2位鼎鼎大名的经纪人龙丹妮和杨天真并称为内娱3教母。杜华没有家境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金，但是并不妨碍她是个狠角色。这个曾经落魄的地摊妹，凭什么能成为打造王一博背后的百亿女总裁？给我几小时，我先把小孩生下来。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曾经被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：一个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稻盛和夫回答：成为自然型的人。在稻盛和夫看来，物质有不燃型、可燃型和自然型3种。同样，人也可以分为3种。一种是点火也烧不起来的不燃型的人，另一种是点火就着的可燃型的人，最后一种是自己就能烧起来的自燃型的人。杜华的生存法则就是成为自燃型的人。杜华出生在江西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，卖过盗版碟，住过北漂标配地下室，当过街访员，甚至连上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都是靠打工挣出来的，跟娱乐圈教母八竿子都搭不上。2003年毕业后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8848的公关经理，当时最大的中国电商网站。后来，杜华又从8848跳槽到中国数字音乐最大的内容提供商华友世纪，只用了5年。他一路从普通员工干到了市场总监兼华友总经理。2009年被华友世纪收购，刚刚28岁的杜华按照正常年轻人的职场路线，不过是再找一份新工作。但28岁的杜华居然成功说服了自己老板，创办乐华娱乐。乐华成立，隐藏在杜华性格里的自然型人格开始燃烧。启动资金是200万，他亲自找投资人，但很快投资款就花光了，公司穷得连1分钱工资都发不出。在被拒绝、被投资人威胁后，杜华又成功从投资人手上借到300万。只不过，投资人对杜华撂下了一句狠话：我只借你这一次钱，你下次还问我借钱的话，就说明你要死掉了。我会直接把你推下水。不只是业务狠，杜华的心态也狠。杜华的工作状态甚至一直燃烧到上产床。在创业这1年，杜华怀了孕，但她到第9个月才请产假。当时老板给她打电话安排工作，杜华正在打无痛。躺在医院的杜华只回应了一句：给我几个小时，我先把小孩生下来。
杜华不仅对自己狠，对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照样下得了狠手。2019年，杜华直接将10岁的赵小果送上了《变形记》，成为了这个节目迄今为止年纪最小的主人公。别人家送来参加《变形记》的孩子，多半都是辍学、打架、整容的问题少年。杜华送赵小果来，就是为了锻炼他，顺便减肥。没想到《变形记》刚回来没多久，他又直接把儿子送到了少林寺练功。半个月后，杜华发了个朋友圈，配图是赵小果拿着武棍的照片，少林归来，战胜自己。杜华还被网友发现多次给儿子穿各种山寨名牌，少林寺回来这身 Supreme 就是假货。作为乐华太子爷的赵小果，被狠人杜华养成了娱乐圈最惨富二代。抵押房产，敢从英皇、华谊手里抢人，公司一直亏钱，逼得杜华喘不过气。这2年，杨天真早就加入范冰冰工作室，龙丹妮从东方卫视被高薪请回湖南卫视，开始制作快乐女声，培养出了李宇春、周笔畅、张靓颖等选秀初代顶流。这时候，娱乐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韩庚回国。2009年底，因为在韩国受到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，25岁的韩庚与公司 SM 解约，决定回国发展。当时不光是粉丝们炸了，中国大部分娱乐公司也炸了，都希望能够签下这位来自天团 Super Junior 的前团员。谁要是签下韩庚，相当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摇钱树。一穷二白的杜华几乎没有任何筹码，怎么抢人？杜华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，分出股权，让韩庚成为自己的合伙人。据说杜华和韩庚谈了20分钟，就成功拉他入伙。这时候的杜华已经把钱赔光了。除了给股权，杜华为了搞定韩庚，为韩庚专门开设了属于他的更新工作室，比在韩国 SM 时上台都要戴面具条件好太多了。最后，杜华放了大招，干脆豁出去抵押了自己的房子，决心大干一场。对于一个长期在家长制公司掌控下的年轻人，给股权、当合伙人、开工作室，确实是很有说服力的条件。于是，杜华成功从香港英皇、老牌华谊、光线传媒、湖南卫视的天娱这几个老大哥手里抢到了韩庚。韩庚是为乐华挖出第一桶金的元老，也为2012年乐华获得第一笔千万级别的融资奠定了基础。杜华还有一点很聪明，他并没有把韩庚当流量偶像用。韩庚以明星股东身份加盟杜华公司，不仅给杜华介绍了韩国制作偶像的流水线体系，还为他后面成为流水线偶像教母提供基础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乐华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乐华旗下大批艺人，诸如王一博、程潇、孟美岐、吴宣仪、范丞丞等被推到台前。在粉丝圈，有个人固有一华定律，乐华盛产偶像之多，让粉丝逃不过自己追的爱豆是乐华艺人的命运。乐华娱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偶像镀金厂，偶像半壁江山归于乐华。杜华的偶像也已经从林青霞悄悄换成了铁娘子董明珠。3挨最狠的骂，赚最多的钱。过去，重度参与选秀节目，批量制造偶像，是乐华的拿手戏。取消明星艺人榜单，严管明星经纪公司，严禁呈现互撕信息，不得诱导粉丝消费。目前，新浪微博下线明星势力榜，对明星类超话定期检查，禁止恶意刷分行为，
微信小程序搜索打榜、明星榜等关键词已搜不到结果。粉丝为偶像投票倒奶事件后，央视再下通知，坚决反对唯流量论，直接禁播了偶像养成类节目、选秀类节目不得设置场外投票、打榜、助力等环节和通道。如果说寻常的影视歌星拿作品、实力吃饭，那么爱豆们的名气可以说是靠粉丝们打榜、投票、干人气干出来的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杜华最擅长的捧红偶像的方式，彻底被判了死刑。二是团队不好带了。对于爱豆来讲，和影视歌星们的饭圈守则完全不一样。但今年，杜华一手培养出的偶像，却频频翻车。先是跟王一博同队的 UNIQ 组合艺员李问翰，表面上拒绝恋爱，专心搞事业，实际上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谎言。被网友发现狗狗生产难产，李问翰发完微博后转头就和女朋友王者双排去了。还有乐华的门面孟美岐，也是立的敢为事业拼命的人设，专心搞事业，没工夫谈感情。结果被爆出第三者介入他人感情。网友顺藤摸瓜，还发现了当年萨德导弹事件期间，孟美岐竟然去慰问韩军，还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。有媒体曾统计了国内偶像团体的学历，其中王一博国内初中肄业，韩国翰林艺高未毕业。乐华妻子 UNIQ 9% 等强练习生制度的团体中，中专、高中、初中肄业、高中肄业的大有人在。杜华是一个内心极其强大的人。杜华在一次采访里打开了微博私信界面，里面90.4万条私信，一半辱骂他，另一半顺便问候了他全家。粉丝们甚至开发出了微博代骂业务。面对这些骂声，杜华从不当回事。可是当青春终将消逝，红利吃完了，他们靠什么在圈子里立足？杜华打造出第二个王一博的资本美梦，真能成吗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